今天的视频呢，我是真想让你们听，让我们共同回忆童年，共同心疼自己3分钟。我和我老公最近吧，因为异地带来的挺多事儿，视频的时候就吵过架，闹过别扭。然后昨天呢，我和我女儿视频的时候，她爸不在，她跟我聊天，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很辛苦，生活对你来说应该有许多难题，我很想你，也很爱你。”我当时真是特别感动。我刚刚说妈妈也爱你，我女儿说：“但是你知道更爱你的人是谁吗？是爸爸。爸爸每天都给我做饭，陪我写作业，他特别好。然后我觉得爸爸比我更想你。”这一下给我说哭了。但说实话吧，我刚开始哭是因为我心疼孩子，他才不到5岁，你这个年龄他得是多么努力，多么小心，用他那颗小脑袋在那想，在那琢磨怎么让爸爸妈妈开心。但是后来我哭，其实我在想我自己，而且我感觉你们应该也有相似的经历。我记得我小时候2年级的时候，记老清了，就那天放寒假嘛，那放寒假了跟过年似的，老快乐了。而且我那天还考了个双百，就是期末考试双百，全班并列第一。当时我的设想呢，就是今天晚上给我爸爸妈妈一个巨大的惊喜，然后他俩乐得抢着亲我，然后全家乐得不知天高地厚。然后第二天他俩领我去买电子宠物。然后那天放学呢，是我奶接的我，我还记着回家的路上，道边的理发店放的是毛宁的《涛声依旧》，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跟着唱，我奶当时一脸愁容的跟我说：“你别唱这个情啊爱呀这类的歌，你爸你妈干架了，他俩听着添堵。”我当时心咯噔一下子，我立马我就不唱了，不敢唱了。然后我回家第一件事我就告诉我爸我妈我考了个双百，但是他俩那天气性就特别大，也没咋听我说话。完我想咋整呢？就是表演个节目吧，不唱的情情爱爱的，我就给全家表演了一首《种太阳》嘛。但是缓解气氛也是未果。后来呢，我为了让他俩觉得我很懂事，能高兴点，我还说，我说我们班同学都让家长给买电子宠物，但是我知道买玩具乱花家长的钱，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而且那东西耽误学习，所以我不要电子宠物。我老想要电子宠物了，那真是我的杀手锏了，我已经拼了。但不一会儿这俩人就干起来了，我的努力啥用没有。而且之后那些年呢，我都不敢听情歌，尤其是毛宁的，我一听着他声我就觉得我爸我妈要干架要离婚。然后那些年呢，我记着我经常听见有别人跟我爸妈夸我说你家孩子真懂事，像个小大人。但是再懂事也没阻碍得了他俩最后还是分开了。后来我爸我妈离婚那阵儿，我姥爷病重，然后那天是过年，因为我姥爷病危嘛，我那年就在那儿过的。然后那天晚上年30那天晚上，我姥爷已经昏睡了一整天了，然后晚上醒了给我叫回去了。然后他就问我说，这年30你是不是也想你爸也想你爷爷奶奶？你要是想他们，你就去找他们过年去，你不用怕你妈不高兴。大人把他们那点破事都倒到孩子身上，那是他们大废物。等你长大了，你会永远活在这些破事之中，也可能你也会活成他们那样的大废物。但是到那时候你也就理解他们了。但是你现在是个孩子，你现在一天这么懂事这么累，你将来长大得多后悔。再说这辈子这么懂事干啥呀？人活到最后不都懂事了吗？那天年30外边全都是礼花鞭炮，然后我姥爷和我说了那些年对我最重要的话，然后他就晕过去了，然后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我今天说这些可不是在贩卖同情，因为我觉得你们所有人应该你们的童年都有相似的回忆。我挺感激，因为录抖音，我有这个机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也希望我女儿将来长大，她成为妈妈的时候，也能回头听听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今天是儿童节嘛，我想说的就是让我们都回忆一下童年，去心疼那个曾经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哄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小不点的你，然后和当年那个小心讨好但是不知所措的自己和解，因为那都不是你的错。然后呢，再看看你可爱的孩子，心疼一下他，你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问题尽量自己处理，别让你的孩子那么小活成一个小大人那么懂事。我姥爷说了嘛，人活到最后都懂事了。妈妈，我爱你，想你，妈妈。我要疯了！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上船开始，这导游吧，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大家请注意，右手边叫大象吸水，左手边叫骏马回眸。”又过一会儿说：“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他们呢听不懂就极度好奇，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导游说啥。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我说你看啊，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还站着等，他不回来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我要是这石头，我早把门反锁了。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再见爱人。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他们都理解不了。这外国人吧，他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咱们呢正相反，咱从小就背古诗，就得背意境。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啊。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没有回。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9天，我爸是这么翻译的。Water 哗哗哗哗哗 like a stars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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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迪说哦，我的上帝呀，星星都干碎了。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灾难片。他们虽然不理解易经文化，但是呢还贼好奇，就一直问你问题。我不回答就问我爸，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温迪最后说，你要是硬逼我说，我最多能承认它像块姜。晚上10点回民宿，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觉去。我以前是2孩子的妈，温迪他们仨一来，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我去他屋一看，老头啥事没有，喝啤酒呢，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我说爸，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我跟你一样，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1粒就有1.28克的欧米伽3，超浓缩含量高，还添加了维生素 E， 每天1粒，10项全能守护，很方便，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我跟她说，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说你们这样吧，有点折人家面子，你们配合一下，人家说像啥，你们就先说像，完事再自己琢磨。这下好，第2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温迪他们谨遵教诲，一直在捧场。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能说英文，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他们就一直夸。哦，对呀，好像啊。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温迪就是啊，多损呐，多损呐。但是吧，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它慢半拍，是错位的。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温迪说，哎呀，真的好像孔雀呀，太生动了。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孔雀还没到呢。我说温迪啊，捧场捧得好，但是捧早了。这个是金猴回首 ，Monkey look back。温迪说啊，等丈夫猴呢，我懂，旺夫猴，旺夫猴。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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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吃。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作为中国姑爷的老外，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个外国人，然而但是当他和别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开始角色交替，把自己的血统屏蔽，恰恰的以中国人的角度给人家讲戏。这不现在一个加拿大人就搁这生拉教人家意大利人咋用筷子吗？我老公就一跟其他老外在一起吧，就开始织毛，就给自己就圈到咱这一伙来了，跟人家俩嘚瑟，也不管人家带没带他玩。就有一次就这意大利小伙来我家玩的，然后我说的咱今天晚上吃中餐啊，我做中餐，我老公就是嘚瑟那样那个。是我现在吃过了中餐以后就是吃别的菜系就觉得挺淡，就挺落寞的。就你们意大利菜反正也算还行吧，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有点粗糙。结果人家马蒂也立马给怼回来了，比你加拿大菜强吧？一天不是烤土豆就烀土豆，再不就怼土豆的，挺大的地方一天就跟土豆较劲。我说那好汉多大的壮志，不论经历几番跋涉，也走不出少年梦的天涯。你挺大个肚子，不管套上几层裤衩，也装不了俄罗斯的套娃。我说你可别装了，吃过2瓣腊八蒜你就自称东北汉，做过2个屁股墩你就自称东北魂，能不能不嘚瑟？我说我现在需要豆瓣酱我才能做这饭，我老公又能耐上了。对我们中国菜尤其是东北菜系，这个豆瓣酱是灵魂，就像你们意大利的这个番茄酱汁似的，只不过我们的工艺更纯熟。我说你别叭叭了，你快去吧。然后我老公跟人马蒂，我领你去，我领你看看我们中国超市，看看我们中国超市是怎么卖肉的。你看看你们，那卖鸡肉的地方就几盒鸡胸肉，几盒鸡腿肉，完事儿了。你看看我们中超，就把卖的这个鸡从头到尾放一起拼起来，这鸡能站起来走，不浪费任何一个美味的零件。我说用不用我把豆瓣酱这个词儿给你用短信发过去，省得你到了以后你忘了你自己要买啥了。这下我老公在人家马蒂面前还脸上挂不住了呢，就不乐意了，一拧的，不用你发，我这一年了，我豆瓣酱我还说不明白。完他就走了，他俩呢就一边唠嗑一边去的，在这个道上呢一边唠这嗑呢，这个词儿就慢慢就淡化了。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记忆，就是你新学一个词儿，你也不是忘了，只是跟你之前就是粉红的回忆混淆了。我有一次就是初中时候，就是老师讲这个电阻的单位欧米伽，但那之前呢还有英语课，人英语老师让俺就记英语单词，然后我就记混了。第2天物理老师问我电阻单位，我告诉人家museum。我老公这不也是1、2、3、4声他不分吗？就豆瓣酱他就豆瓣姜，然后记着这个豆瓣姜，完事往那走，这个豆瓣姜就窜台了。结果到中超以后，人家问他你要买啥，他告诉人家赵本山。哎呦我的妈！赵本山给人整蒙圈了，问他你要碟啊？你要碟啊？完过挺长时间俩人回来了，带一盒豆瓣酱。我说也挺好，顺利完成任务。然后老公就嘚瑟上了，那我这点豆瓣酱的问题我还解决不了。然后人马蒂也给他戳穿了。哎，你老公净白话，他到那儿管人家要赵本山，给人家问蒙圈了，问他要碟啊，是我记着的，我记着你让他买这个叫豆瓣酱，要不然根本买不回来。